没有最差，只有更差，今年甚至比去年还差，这就是目前房地产投资销售的基本情况。我们先看两组数据：1至9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9.1%， 且转眼已是7连降。另外，今年前9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 4.6%。根据中指院的数据，今年前9个月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下降 10.3%。这两天看新闻发现，有些媒体针对9月份的销售情况，讨巧地用了单月指标编辑改善观点。不得不说，为了营造向好的趋势，有些人真的是煞费苦心了。真相其实是，9月份百强房企业绩同比下降的企业数量仍然超过70%，累计业绩同比下降的企业也达到了60%。特别是出险房企的销售额同比大幅下滑，资金周转压力成倍增加。目前除了北上深等少数头部城市买房还有限制之外，全国已经畅通无阻了。亚运会后，杭州也火急火燎的大幅放松限购，4个主城区之外一律不再限购。至于为什么不全部放开，我猜测单纯是为了营造气氛，因为全放开就显得不值钱了。杭州此举信号再明确不过，市场颓势明显，主管部门是真急了，再晚可能就赶不上抢人抢钱的末班车了。参照此前广州、武汉、天津等城市的前车之鉴，个人觉得杭州年末的翘尾行情很难出现，倒是接下来二手房挂牌量激增的剧情大概率会如期上演。正如不少人调侃的那样，现在的利好统统属于二手房业主，因为每一次的出手施救都让站岗多年的老业主看到了解套的希望。时至今日，多数人已经心照不宣地觉得，利好的出现其实就是卖房离场的重要时机。一位杭州网友的留言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欢迎大家来杭州买房，我奥体的房子急着脱手。需要说明的是，下半年1、2线城市这波无底线松绑操作，对3、4线城市更是雪上加霜，3季度房子土地卖不掉的情况变本加厉。原因也不难理解，1、2线城市扎堆放开限购，争相抢人抢钱，对低能级城市的虹吸效应肉眼可见。这对深耕3、4线城市的房企的影响是巨大的。以碧桂园为例，叠加暴雷的负面影响，碧桂园销售额下滑非常明显。今年1至9月，碧桂园权益销售额约1550亿，同比下降 43.9%， 较2021年同比下降 65.4%。其中9月单月销售额仅61.7亿，连续6个月环比下降，同比下降 80.7%， 较2021年下降 86.5%。开发商赖以生存的是卖房和融资，如今这两条腿尽失，不知道还有多少久负盛名的企业会倒下。房地产大势已去，无数昔日的地产枭雄也正在纷纷退场离去。10月16日，金地董事长林克以身体原因为由辞职。17日开盘后，金地股债双杀，盘中触及跌停，股价创近5年新低。从王健林、许家印、孙宏斌、黄奇森到杨国强、胡宝森、吴亚军，在看惯了一个又一个巨无霸房企塌房后，不禁让人感叹，房地产已经彻底变天了。所谓的大而不能倒，也不过是有些人的一厢情愿罢了。世事无常，风水轮流转，这些日渐从房地产神坛跌落的大佬们，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这些浓眉大眼的房地产商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错把时代红利当成自己的实力。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房地产行业凭借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口红利等因素的推动，蓬勃发展并获得了巨大利润。然而很多地产商在风光之中过于自信，将产业红利视为个人能力，逐渐飘起来了，这致使他们的很多决定都是严重错误的，结果是一大批房企把靠运气赚的钱，最后凭本事造光了。当然了，早已赚得盆满钵盈的地产商们不需要我们可怜，企业的暴雷、项目的烂尾从来就不影响他们自己吃得脑满肠肥，为子孙后代留下吃不尽用不完的财富。相反，他们转身离去的那一刻，不知道有多少债务要留给后人。吐槽归吐槽，太阳还要照常升起，日子还要过下去，房地产再萎靡不振，也摆脱不了它是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所以铁锤还是那句话，对房地产的拯救远没有结束。尤其是当前在供需两端制约之下，房企销售去化及回款面临较大压力的背景下，提升卖房卖地收益，维持地方的财政支出，仍然是房地产行业面临的重大课题。土地公开出让模式下，房子和土地是直接挂钩的，房子不好卖，自然要在卖地上下功夫。昨天市场消息称，9月底自然资源部已给各省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下发文件，内容包含建议取消土地拍卖中的地价限制，建议取消远郊区容积率 1.0 限制等。另外，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厦门、济南、南京、合肥、宁波、苏州、成都、西安等多个热点城市已落实取消地价上限，重回土地价高者得时代。同时，各地原有的竞配件、竞自持、竞品质加摇号等土拍政策也会退出市场。这里要解释一下目前全国的土拍形势。根据民生证券谭一鸣团队的数据，今年前3季度，全国土地出让金同比下滑 20%， 全国仅5个省市实现正增长，分别是天津、宁夏、江苏、北京、浙江。
从重点城市表现看，前3季度仅有北京、上海、杭州3个城市的土拍成交金额超过1000亿，较往年相对偏少。从前3季度土地出让金同比降幅看，青海、甘肃、新疆等地降幅超过50%，福建、山东、湖北、安徽、湖南、重庆、陕西、内蒙古、贵州降幅超过40%，吉林降幅超过30%，河南、辽宁、山西降幅超过20%。看到这里，大家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这2年很多地方财政吃紧，一些县级市、地级市逐渐出现单位发不出工资的情况。总的来说，就是很多地方的财政早就入不敷出了。提到土地拍卖，很多人印象中这2年拿地的企业以国央企为主，确实如此。2022年前3季度，国有企业拿地占比75%，今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94%。换句话说，现在的土拍市场，民营房企基本不参与了，连龙湖地产今年的拿地金额都脚斩了。上述数据说明，土地是真的不好卖了，所以市场火热时期留下的土拍规则，在市场低谷期适时调整就非常有必要了。另外有一个事实必须明确，全国目前只有极少数城市的核心区优质地块才会触及价格上限。换句话说，对于绝大多数城市而言，取消地价上限与否影响并不大。说穿了，这次把土地价格上限取消，就是希望大城市核心地块能卖出高价，最好是再出几个地王，目的是把市场信心全面带动起来。有一说一，这些地块后期建成的商品房都是专为有钱人打造，所以基本和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如此看来，取消地价上限政策本质上还是瞄准了有钱人的钱包。既然普通刚需接盘能力有限，那么就让有钱人站出来为国分忧吧。至于取消远郊容积率 1.0 的限制，说白了也是冲着有钱人去的。政策制定之初是为了限制远郊别墅市场的野蛮发展，现在取消了，明摆着是鼓励各大城市开发远郊别墅项目。我的看法，之前限塑令出台时，市场还炒过别墅稀缺的概念，现在重新放开，等于允许大规模新建，原有的存量就不稀罕了，这意味着郊区别墅的价格可能稳不住了。有人担心取消地价上限，土地价高者得，会缩小房价地价差，导致开发商的利润被压缩，会影响后续产品的品质。个人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取消地价上限本身就是为了烘托土地市场气氛，不可能让开发商没得赚。换句话说，新房限价也会紧随其后取消。也有人说，地价上限取消后，开发商抢地盛况将再次出现，地价上涨将进一步抬升房价。这样想也是毫无根据的。我前面提到了，现在全国的土地市场非常拉胯，核心原因是房企没钱拿地，以及新房销售不景气，没有回血。追根溯源是经济增速放缓，老百姓收入增速严重下滑，没钱再加上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大家都在拼命存钱。所以想彻底改变房地产的低购买欲望现状，根子上是要造福于民，取消地价上限只会推升头部城市的核心优质区域的房价，真正影响的是全国一小撮有钱人。话说回来，现在的有钱人哪个手里没几套大城市的好房子？考虑到现在整体经济与地产行业的状况，大家认为有钱人会乖乖出手接盘吗？另外，我看到有人将此事联想到高端住宅，比如别墅、洋房等对高层住宅的生存空间挤压，这纯粹是想多了，有意释放焦虑情绪。我们是一个各类需求人群能力参差不齐的社会，都知道大城市的别墅洋房住着舒服，但现实中有多少人买得起呢？个人觉得高层住宅未来会成为贫民窟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伪概念，你要先有房才能考虑住的好不好。最后我想说，目前针对新房市场和土地市场的政策调整，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以结果为导向，市场下行周期，房子土地卖不掉了，才想到参照原来的经验去放开限购、取消限贷、取消限价等，而这些做法无异于隔靴挠痒。直白点说，直到今天庙堂之上的老爷们从来都没有真正思考过老百姓为什么不买房了。